乌克兰的乱局一旦外溢，再结合欧洲现有的民粹和极右势力，有没有可能引发更大的乱子？很多舆论都注意到，波兰的高级军官就明确讲过：“哎呀，这个乌克兰的西部原来是波兰的呀，他要把它拿回去，是吧？”然后俄罗斯情报部门不是最近也放风啊，说美国和波兰呐合谋啊，要把那个现在乌克兰西部的3个州要拿走嘛。当然现在波兰政府是否认了啊，美国也否认啊，但这个可能性确实还是存在的。这个我估计呢，要站在这个北约角度，可能他要掂量一下分寸。如果波兰这个时候趁人之危，从背后戳那个乌克兰一刀，那从道义上讲啊，那么这个是对乌克兰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，是吧？对北约的形象是不好的。那么从军事角度来讲，当然是很危险的啦，啊，这某种意义上讲，就北约就介入了嘛，因为波兰是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嘛。就目前看，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很大，但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，我们得保持关注吧。这次模拟发射啊，恐怕也是针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所为。那么，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会引发什么后果？那目前好像芬兰决心是比较大，对吧？好像他们的议会啊，5月12号就要投票。瑞典呢，好像国内争议比较大，他目前还没有下决心啊。那么这2个国家如果最后都加入北约，应该讲是现在我们正在看到的俄乌军事冲突最大的这个后果之一吧。那么这2个国家加入北约之后，北约力量当然就大大加强了，它不仅东扩还北上了，那么对俄罗斯的安全形势绝对是一种恶化啊。那么俄罗斯肯定对这个事情呢是反对的，俄罗斯很明确表示了反对啊，但现在好像他手段并不多，他手段主要就是加强一些军事威慑。我的直觉啊，他们加入北约可能性很大，俄罗斯这种威胁啊，可能作用不是很大，是吧？所以结论呢，北约会更进一步加强，俄罗斯的西部安全态势会进一步的恶化。可能也没办法改变这个情况，他不管俄罗斯做什么军事动作，都改变不了这个最后的结局。俄乌冲突背后的一只巨手当然是美国。现在外界纷纷猜测啊，美国已经不只是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获得胜利，而且要击败俄罗斯，从而为美国解决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创造更好的条件。那么美方是否真的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种决策？如果美国真的下决心这么干，又是否能够如愿？金先生，因为奥斯汀讲得很清楚，他通过这一战，我们要让俄罗斯永远都没有威胁其他国家的能力啊，就是彻底削弱俄罗斯。所以这个目的很清楚啊，然后手法是多样的，但能不能达到目的呢？坦率讲啊，不好说。因为我个人的观点呢，军事上除非这个美国亲自下场，是吧？那么格局会改变。但只要美国在后面袖手旁观，只是给钱给人，鼓励乌克兰人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，那么俄罗斯还是会取胜的，军事上会取胜的。那么从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几个方面看，俄军还打得动吗？俄方能够支撑战事的长期化吗？当然，俄罗斯方面还是有些优势，因为毕竟这个战争不在俄罗斯本土啊，是吧？是在乌克兰本土，所以俄罗斯内部呢，现在生产还在进行啊，所以双方就进入打消耗阶段。那么打消耗阶段呢，肯定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或者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吧，就是俄罗斯得想办法切断这个西部乌克兰，通过西部乌克兰啊，这个北约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。所以现在俄罗斯肯定也在想办法，打击北约的这个武器供给路线。这个方面现在是目前看效率不高。如果这个问题它不解决，我觉得它这个扭转战局就很困难。至于说俄罗斯会认输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没有，因为战事一开，你死我活，一认输，那俄罗斯下场就非常惨。所以我觉得认输呢是可以排除吧。然后俄罗斯直接进攻北约的力量，包括进攻打击美国的卫星，我觉得也排除啊。更多的可能性就是熬啊，就是花很大的代价，花
然后一步一步这个往前攻，然后在乌东地区吃掉乌克兰的主力部队，在南部地区打通从俄罗斯本土啊到敖德萨这个南部通道。我觉得这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。在俄乌战火不断的背景之下，近日俄罗斯境内接连发生爆炸起火事件，也引发关注。外界担忧战火向外蔓延，也就是说呢，乌克兰战事有可能外溢。乌方会不会将战火引向俄罗斯境内？金先生怎么看？我估计很多俄罗斯的大火后面实际上是什么？是乌克兰的游击分队，特种兵进去了，是吧？另外导弹，还有这个直升机低空袭击啊，就是乌克兰已经动用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地区，当然是边境地区了，但是大规模的反攻应该可能性没有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就装甲力量来讲啊，因为大规模进攻都有强大的装甲部队嘛，就装甲力量来讲呢，乌克兰现在还是那远远不如那个俄罗斯，所以基本上还是防守为主。所以近期内就是乌克兰这个进攻俄罗斯本土呢，可能主要表现为就是个别的偷袭行动。我们也注意到，近段时间以来呢，俄方一边表示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，动用核武器并非俄方选项。但是呢，在另外一方面啊，又频频主动提及涉核话题，展示核力量，两个方面看似矛盾。金先生怎么看？这个大家也注意到，俄罗斯方面其实是时时刻刻在暗示着这个核威慑。这里面很好理解啊，也因为俄罗斯的对手其实是强大的美国，以及美国领导下的强大的北约联盟嘛，所以对手非常强大。那么如果这个排除核武器，仅就常规战争力量而言，那俄罗斯跟他的对手是没法比的，对不对？俄罗斯一年的军费才600亿美元嘛，那美国一加现在就8000亿，对不对？加上这个美国的北约盟友，那是俄罗斯的20多倍，所以就常规力量啊，那其实是绝对不平衡的，对吧？那么俄罗斯真正的杀手锏当然是它的那个核武器了。所以因为面对极其强大的对手，就是公开立场是反对动用核武器，但实际行动和那个具体的身体动作，它是在不断的发出核威慑啊。那么他警告的谁？就是北约。那么什么时候他会动用呢？我觉得就如果是北约公开的参战，特别是美国公开参战，那么俄罗斯失败可能性很大，俄罗斯被逼入绝境，这个时候就会动用核武器。这次胜利日阅兵之前呢，美西方的一些媒体还有一些政客也频频炒作，普京会在5月9号向乌克兰宣布军事总动员，而俄罗斯呢也多次否认。那么这次是无中生有呢，还是说美西方再次玩以预言的方式促成预言成真的把戏？俄乌的军事冲突啊，实际上是个混合战，是吧？如果我们仅仅聚焦在那个军事动作，那就眼光就比较窄了。它实际上是个混合战，这个里面就包括经济战。那么还有一块呢，就是这个舆论战。那么在舆论战方面，应该讲俄罗斯还是比较被动的。在舆论战当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主要是美国人搞，就是先给你泼脏水，这个就是事先给你造个谣。他是像神棍似的，他预计他说啊，你那天要宣布一个什么事儿啊，你要说没做呢，他说哎，你看我这个威慑你成功了啊。如果你做了，你看我预测就成功了，反正左右他都赢。这一次西方媒体又造了一个谣是吧？说这个5月9号要总动员，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会的啊，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呢，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啊，如果变成一个公开的两国战争啊，政治上是不利的，在国内都是不利的，而且就他的国力来讲，他也没有必要针对乌克兰进行全国总动员。如果做的那个他政治上就输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他确实没有必要，就除非什么呢？就是美国带的北约大军就打入俄罗斯本土了，这个时候他肯定要全国总动员了，对吧？但是目前仅就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而言啊，俄罗斯在政治上、军事上都是没有必要的，所以西方造这个谣，坦率讲就是让俄罗斯难堪一点，特别是让普京难堪一点，没有其他别的意图，所以俄罗斯的否认是很正常的。您觉得俄罗斯这次阅兵啊，要发出什么信号？我觉得它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吧，是吧？军事上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真刀真枪在那里干啊，俄罗斯打得怎么样？
谁都知道，他也知道，外界也知道，但是他需要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动作。那么这个圣迭尔阅兵应该是个政治动作，对内打气，对外宣示决心。